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千万不要把自己囿于一个框子当中，禁锢了你的想法，而是让你的思维奔逸起来。所以呢，当你遇到一个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思维发散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个这个求最值的问题。x 大于0 y 大于0 z 大于0，说明这几个未知数都是正数，给了我这样一个代数式，让我求这样一个分数的形式的式子的最值。那我当然要想到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 ab， 它不符合。 a 乘 b 小于等于2分之 a 加 b 括号的平方，它也不符合，它是个比值的式子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求最值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均值的，所以我决定要变化这个式子。当然要从已知入手，已知给我的这个式子我也不是很满意的所以呢，我就把负的 y 移到等号右边， y 就等于 x 加上 2z。 那接下来我怎么办呢？我看到 y 方了呀，所以我自然的要想到我要求一求 y 方，它就是 x 加 2z 括号的平方，它等于 x 方加上 4xz 加上 4z 的平方。所以呢，让我求的这个式子 xz 比上 y 方，我就嫌它未知数太多，我要消圆。分子呢 xz 我先不动， y 方我要把它带进来，它是 x 方加上 4xz 加上 4z 的平方。等我到这儿，我就观察出来点东西这个是 xz， 它有 x， 它有 z， 它有 xz， 而且它是2次2次的，1次乘以1次也是2次的。那么我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不要让一个分数的形式分子分母都是未知数，所以我就决定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 xz， 分子就变成1，分母除以 xz 的时候，你看 x 约掉一个，除以 xz， x 约掉一个，分母只留下一个 z， 分子剩 x。 这项除以 xz 呢太好了，它就变成一个常数。这项除以 xz 的时候呢 z 约掉一个，它的分母还剩下一个 x， 上边呢是 4z 的样子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。有没有发现分子分母互为倒数的形式出现了？那么它们都是正数，一正做到了，二定呢也做到了，它们的积是个常数，因为 x 和 z 都约掉了。 a 加 b 是大于等于，可是呢你在分母上，所以它是小于等于1不动加上4不动， a 加 b 大于等于，整个分数却是小于等于 a 加 b 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，它们俩的积 x 约掉了， z 约掉了，剩4开出了一个2是4加，所以它是1/8当切近当 a 等于 b， 你在哪里用的均值呢？当切近当 z 分之 x 等于 x 分之 4z， 然后我们再结合当切近当，它们俩相等，然后我要结合这个式子呢，那么就出现 y 了，所以我只需要做到 x 方等于 4z 方， x 等于 2z， 满足这种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求到最值，取到最值。最值呢就是1/8，小于等于说明它有最大值，所以最大值是1/8，我们要选 A。 那么这种依然是构造，只要你构造出来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正常的使用均值就好做了。所以你构造的原则是啥呀？我要消灭掉一个未知数，因为你这个未知数太多了现在什么形都没有符合。那么分子是 xz， 它势力比较大，我就动 y。 你看 y 正好和 xz 有关，你是 y 方，我就把它平方拿来，一看次数一样，上下分子不要有未知数未知数都归结到分母，你就会发现它的倒数的形。好，要学会构造，脑洞大开。